来吧，新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 CY01 KO 版变漆的幻影。模具的底子用的是 SS105 的那个，也是原大的尺寸，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。盒子外包装也是不大点的一个，外边也是画了一个幻影的峰会。说实话，这个包装看起来比官方的那个好像高端了一些啊。附一张正反面的彩页说明书，不过毕竟这个东西变形很简单嘛。来看玩具的本体 ，D 级别的小车尺寸都不算大。而且目测看起来这上面的拼合缝隙线相当的多，这个也没办法了，这官方原版的其实比这个还要糟糕啊。CY 的这个调的缝隙还好了那么一点点，而且整体的料子摸起来是要比官方那个硬很多的。所以这些缝隙，我觉得就是设计根源的问题啊。抽头这块就不要看了，后边这一块拼的还是蛮准确的啊。全身银漆的涂装。塑料的轮子滚动性会很好，我看网上有一些朋友反馈说，官方那个穿铆钉的轴后轮子太紧了，无法推车。这个 KO 版倒是没啥问题啊。小枪也是同样可以搭载在裤裆的位置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个幻影的变形设计真的非常的糟糕。首先很多不合理、很半手的地方，其次空间太浪费了，中间这一块完全没有利用起来。其他的方面，涂装细节倒是做的还行吧，跟官方原版那也差不了多少啊。唯一就是缺了这个汽车人的 logo， 他也不敢做嘛。变形结构这一块，我感觉因为是 KO 版漆面上的厚了，所以一些卡扣的位置特别的紧。翻回来我们就扯一些题外话。话说当年保时捷不是嘴挺硬的吗？不给变形金刚授权是因为他们太战争了。或者说什么人家保时捷反战了啥的，也可能是因为二战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吧。你看后边的这一块盖子就很难抠开，手指伸进这里面顶一下，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长的卡扣，要把这里顶开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拆，拨开后面这个长扣子。好了，把这块掀开，车顶子跟这双关节翻过来，然后顺着这个关节的轴，咱们先把它翻上去。腾开空间，不过这又说起来呀，官方现在的这个变漆的这些玩具设计的真的不是很走心，即便放在了 SS 线里边也是差了一些意思。这一块也很紧，有没有把这个倒着的漆形钩拨开？腿给它腾松，前方这里的车门左右的扣子也卸开。好，现在最难受的这一块已经解锁开了。然后咋想的，把车门板呀整个的大旋一圈下来。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的半手，也很阻碍这个空间的运作。脚尖翻下来，拨开这个地方的卡槽，旋转一圈脚踝，从这边看一下，拨开，这里有一个小的卡扣，旋转一圈。两条腿基本上很简单的就搞定了，空空的拼得乱七八糟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把这轮子双关节折一下，往内搓一搓，就当它会填补腿肚子吧。这憋了个啥呀？这一块吧，中间扣的位置又挺多的。我们得先把车顶子的这一片整个的拆开，卸松。也是这个 KO 版做的确实比官方原版的那些地方都紧很多啊。继续挺别扭的一个设计，拆开这一块的卡扣，然后把胳膊顺着里边连着杆儿，非常多段的关节把它旋出来。以前我感觉 D 级别的这些小车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的，到了变漆这边幻影的时候，就感觉是车包人，然后往那一团。虽然以前也有很多的车包人设计吧，但不至于这么的恶心啊！中间这里双关节搓一下，顶住，框子放下来，后边这里背包打开，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恶心的点了。他把这块的背包啊，他这么卷一下，官方原版的这个放在这里必掉漆，因为这是一个车前脸，相当于进气格栅的位置吧。这块的漆面跟后脑这里肯定会有剐蹭啊，这也是让很多玩家心疼的主要原因之一。KO 版也蹭，便宜嘛。
腰拧个180度，腾开所有的空间，然后这里边还做了一个 L 型的拐弯，扣过来，归位。那基本上现在就差不多了，背包往里一填，这块再压进去，拳头旋转90度。好，这款 CY01的幻影咱们就算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吧，真的体验是非常糟糕的。主要原因啊，我觉得还是官方原版的这个模具设计的问题，变形太难受了，许多地方的变形相当的不顺手，而且有很多危险的结构，以及对漆面肯定会有刮损的地方，这个完全就是设计根源的问题。虽然说之前出过一个版幻影啊，那个比这个变形还稍微的顺手一些，但是那个是处于废案的一个，可能就是日版的设计师跟美版最后做动画敲定的方案没有协商好啊，所以整出那么个玩意儿，肯定那个是没人要的。SS 的这个呢是更加还原电影里边的一个造型 ，CY 呢把它整个等于原版原 K 了出来啊，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，也没有放大。细节方面，头雕了，腹部的这些刻线啥的。也做的还行吧，毕竟官方原版的这个也个儿很小嘛。这回脑袋的造型也并没有显得像其他国产那样很肉的感觉啊，基本上差不了太多。反正总结来说吧，我觉得这一款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底子不好，设计的根源太差劲儿了。导致了，尤其 KO 做完了以后，它的料子会比官方原版的硬一些，再加上漆面的厚度，所以在变形过程中啊有一些紧，本身就半手，再加上很紧的卡扣的话，你在密合车型的时候啊，也能感觉到压力很大。不过密合性是要比官方原版的那个完整度好很多的。终归来说，它一 KO 版做的便宜嘛，官方原版 SS 的这个幻影价格还挺贵的。本身设计这么糟糕的一款产品，卖到那个价格，我确实觉得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把这个东西当成平替品，或者说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变期凑角色的话，这个可以作为选择之一。这么糟糕的一个设计，你再去追高买正版的话，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推荐。也是看看如果这个东西出来，正版的会不会被影响到降价，大家到时候想收正版再说。现在价格确实有一点高，再不济这个东西价格摆在那里嘛，就算掰坏了也不心疼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